好，这次来分享是201A，那它我们绘制出的零件是2345，然后还有你在出图的时候去把这个数据表再用在图面上，还有最麻烦的这个计算题。好，那我们先从绘制零件立方开始着手，是键2的部分。好，那这个地方是键2。好，我们在图面上的时候，就是要弄出这个形状。好，那我刚刚看到说，这个过杆的地方，它是可以直接这样造化的，就是你不用去组合档那边去建立一个新的。对，你要建立的只有涡轮和涡杆这边的话，可以这样造化。好，那我再补充一个东西，就是呢这边有放置一颗轴承，然后这边也有。好，那代表说这个地方，这地方我可以去标 K6，因为它是有放进轴承的所以用我们的 JS 或是 K 或是 M 都可以。好，那我们去把这个形状进行回转。好，回转。好，我们来倒角。好，那这边有一个是0.5的倒角，在这边。好，
那有2个倒角，它是30度的。好，那我来导一下。好，这个地方它是一个30度的倒角，好套用。那这边的话呢，也是有个30度的倒角，2.5，好，我们直接在回转的地方用好了。编辑特征，好，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轴线选 X 轴，然后挖除，好，确定。好，那我们这锅杆地方剩下这个键槽部分。好，那这个键槽是需要查表的，因为在我们题目上看不到这个键槽的宽度，还有给的尺寸。好，那这个查表的话，我们到键的部分，好，然后找这个埋头平行键，因为呢，它从题目上的话，我可以大概知道它是平行键。好，那我们要去查表的话，就是呢，等下，好，我们要先量这个轴径的尺寸是多少。好，那我量的话，它是15，比如说这个轴径是15。好，所以来这边参考的轴径 D。好，我的15呢是介在12与17之间所以我等一下的话都是去看这一行。好，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5×5的。好，那5×5代表说什么？5×5代表说它的前面这个数字就是我们的宽。前面这个数字就是宽，就是 B 的意思。好，那 B 就是宽是5。OK， 好，我们按这个与曲面相切且与平面平行。33，好，往下挖的话，在题目上可以看到，挖3，好，等下5×5，对，这边5×5，好，我们过来往下 ，T1是3.0，好，那 T1是这边，就是符合我要往下挖的深度，所以刚刚的3是正确的。好，那这个3你可以，在我们的201你可以不用查表，因为题目上给的这个深度
就是3了哦，这边就是3了。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键2锅杆的部分。好，接下来我来画零件3涡轮。好，那涡轮的话，它是指这个地方。好，那没关系，我们来到 Inventor， 开启一个组合档。好，然后储存，随便存。然后我们点选这个，从正齿轮这边往下挖，有一个涡轮，好，按下去，我们就可以去设计这个涡轮的部分。好，那今天一样 x1、y1。那这些数据要怎么填呢？就是来，我们首先看到这个魔术，魔术的话，它有告诉你我魔术是3。那如果你是 x2 的话，就是用2.5。好，再来轮数目1，在这边可以得知轮数1。如果你是 x2，就是轮数2。好，再来我的涡杆长度，我涡杆长度就是指我们刚刚不是有去画这个零件2吗？好，那涡杆长度是指这个距离，这个距离是52。好，那这边这个 phi30就是指我的极圆直径，所以这边极圆直径填入30。好，那来我们锅杆的地方设定完后，我们就来找涡轮的地方。好，这边是不是有个尺数？那它是32。这些数据都是在我们的色变可以得知的32。那面宽呢？面宽的话，我们来到这个3/4页我们自己量的话就可以知道这个距离是22。这个距离是22。好，所以这些结果可以得知。好，计算，我们点选计算后再按确定。好，确定。这样就出来一个我们的锅杆涡轮。好，那因为我们只有那我们锅杆的地方刚刚画完了嘛，所以现在我们要画涡轮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将这边打开，这个涡轮左边这边有加号，我们打开。好，我们要在这个涡轮的地方去进行绘制，所以我对它进行按右键。好，右键之后这边有个开启，我们开启它，我们的涡轮就出现了。OK， 那我要在图面上去，我要在图面上去让它是长这个样子的。好，那最简单的办法，我们在这边，我们对这个轮齿阵列，这边有个轮齿阵列，我们按右键。好，按右键后呢，去按抑制特征，它就不见了，变成这个样子。好，那成这个样子之后呢，我们就是按近色的部分。好，我们这边点近色，然后近色平面的话，选这个平面，我们要把它去近色过去所以我们确定。好，那这样的话，它就会变得像题目上那样子的。好，这样子 ，OK。那它的话，我们还有涡轮地方，我们还有孔，还有槽地方没有去画，就是我们这边有个轴穿过去这个涡轮，所以照理来说，这边有一个孔，那我们可以去量它的位置它的距离是多少，然后看你要挤出或是回转都可以。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这边。我们的键3是会牵扯到这个变更设计表的，就说这个地方，我要看我是这个地方涡轮是有半圆键去插入，还是这个双头圆明键。好，那今天用半圆键 y1 6×22去示范。好，那没关系，
我们先来挖孔。好，我从这个平面新草图 F7。这边的话，有一个30的孔，好，然后我们把那个槽给画出来，好，对称 ，OK。那我们一看到半圆键，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查表，从查表这边去得知它的尺寸。好，这边半圆键，那我们半圆键，因为题目上说它是6乘以22的，这边它是6乘以22的，好，所以我们来看到 T2的部分，就是呢，我现在这个涡轮，我刚刚挖了一个孔，然后我这边又设了一个槽，所以我现在想要知道的距离是指这个地方，它就是 T2。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是 T2，对不对？像这样子，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 T2。好，那它的话是 T2 在缩小，T2 在，好这边2.6。OK， 那我刚刚前面有说，我前面这个6乘以22指的是我前面这个数字就是我的宽度 B， 所以我的槽宽会是6。好，然后我们的 T2 是2.6，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设立一个点，然后去标注它2.6。OK， 我们挤出。全部贯穿的，我们的涡轮的部分就完成。好，接下来我来画键4的部分。好，零键4这边 ，OK。我先在这个3/4页把它画出来，你们就可以知道它在哪里。我们其实去判断这个零件在哪里，都是直接看它的剖面线的。好，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键4。那我们一开始，它像202一样，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外形轮廓去给它建立出来。好，这个外形轮廓建立出来之后呢，它要挤出的距离是这个距离。我们就先从这个平面去进行草图。好，好，我们用这个中心点槽。宽是好，那要记得我们这个槽的部分，我们的中心点在这个地方。好，这边就告诉你，那这一条的话是指孔，
是指孔的中心线。好，所以我们这边画完后呢，我们不需要再换另外一个，我们直接点选环形阵列。好，然后将这些都给选起来。好，然后轴线选中心点，这边选2个。好，那这个360度我们给它改成90度，哦，这样就完成出来了。OK， 那我们继续。好，我们挤出7。OK， 我们这个完成后呢，接下来我们要画的是这个形状。好，那这边被剖面，所以虽然被剖面，可是我们还是知道它是像这个地方它是4块的。好，那这个地方的距离是，好，我们刚刚是从这平面去给它建立一个7，那我现在就是要在这个新的平面，好，再去给它建立一个，它也是7。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平面，然后我们按这个中心到中心朝。好，我们给它约束相切。好，接下来好，我们按对称32。哦，这个没有。好，我们挤出7，确定。好，再来。好，这边有一块哦，在这个地方。好，那这地方简单啊，我们就是去给它进行挤出嘛。好，40。哇，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哦，挤出7，确定。那接下来我们完成，我们完成这个形状之后呢，我们就要去给它做一个有斜度的面，因为我们可以从好这个有被剖面的地方，它是有这样斜过来的。那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知道，哦，它这边有一条线是往上，代表说我这个面是斜的。好，那我等一下要知道的尺寸有2个，哦，一个是指照这个细丝线位置，哦，我们第一个指数就是要知道这边的距离是几度。好，那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的是，这边有个细丝线。好，我们选这个细丝线的最尾端，还有这个地方，我们这个面。哦，我要知道的是
这个地方的尺寸。所以这个地方，我已经有看过了，它是4.5，然后上面这个角度呢，它是6.5度。好，那我们这个斜面，我们要想就是它可以和203一样，直接用我们的挤出特征里面有一个斜度可以用。好，那我们在这4个面随便一个面去按新草图，然后 F7，我们按投影几何去把这整个形状给它投影起来。好，那记得是建议不要用投影切割边，因为到时候你选的时候会比较难用。好，然后我们挤出，我们直接去按这个斜度的地方。好，那我因为那边是6.5度，所以我用-90加6.5去这个面。好，这个面，那这边的话，刚刚有量34.5，我们就可以从这边看到，它就会变成一个斜度的样子。好，我们确定，这个就是我们要形成的，有像题目上的这样子，有一条线斜上来。OK， 好，那接下来的话，好，我们不急着挖孔，我们先来把后面实体的形状给它画出来。那我可以去用画2个矩形，1还有2，我们可以画2个矩形，去把它先给它进行回转。好，中心走线。那要注意的是，我这个地方它有个 O 型环，那有 O 型环代表说这地方是需要查表的，所以我要知道的距离是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这个宽啊，这是要查表的。好，那所以我们想要不管，我们先去建立这2个矩形。我们在这个面 F7，好，这边到这边是50。好，那我现在知道它是50的哦，所以我到 O 型环的地方防漏装置这边，我的小径是50，这边。好，那它对过来，我现在要知道的就是它的宽度嘛，所以我们就是找到这边地方。好，我们都是选这个无倍托环，无倍托环4.1，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用4.1。好，然后的话，我们继续量尺寸。52。好，这整个距离是，稍等，整个距离是38。好，38，然后回转，这样子。OK， 那我们就可以来开始去挖孔。挖孔的话，就是指这边
那注意的是，这边有个油封，这边有个轴承。好，那油封是无需查表的，就是出土的时候才会去查。那轴承的话，它有个重点，就是好，我等一下告诉各位。我们先来挖孔，新草图。OK， 我们投影切割边，再投影3条中心轴线。好，建构线。好，我们先画到这样，再来我们去画出一条辅助线，然后将这2条斜线去给它对称。好，然后我们标一个20度的，好，20度，接下来就可以去标注。好，那因为这个轴承它的大径是26，好，是回转后是26，所以它原本的话是52。那我们来到轴承这边，好，我们找这个 D 是52的地方。好，我们从题目上可以判断说，它是一个斜角滚出轴承，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然后去找大径是52的。好，在这边，所以我的宽度 B， 我宽度 B 就是指这个地方，就是15。好，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它是15，那再加上我们的倒角1，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16。好，这是我们轴承的部分。那油封就是照量照画。好，然后呢，我们回转。OK， 那倒角圆角，你们要自己倒。那它是，我记得 O 型环的圆角基本上都是0.4或是0.7的。好，那剩下最后一个地方，就是键式这边，我们有去挖口，1、2、3、4。好，那我们只要在题目上没有看到说这种沉头螺栓它的深度在哪里，它都没有告诉你，就是要你查表。好，所以我现在要量它的距离 B。好，那我们来到沉头孔这边，我量一下，它的 B 是6，好，我量是6，所以16，好，所以对过来它是 M8的。好，那它是注坑孔，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对过来。那我选用深埋型。好，所以我现在要知道的距离，要知道的深度是
好，我放大。好，OK。这个 M8是我们要去知道的尺寸。那我想要知道这个出坑孔它的尺寸的话，我第一个要知道的是这个大地方，还有这个小地方，还有我们的这个，所以它们的位置分别在这边，还有这边，所以说我们这三个距离就给它对下来。好，9、14、8.6，这就是我们的查表。好，所以这三个尺寸要记住：9、14、8.6。好，我们在这个地方去建立孔的一个轴线。好，我们在这地方孔。好，14、8.6还有9。那这边会出现这些尺寸，是因为我有事先去看过。好，那确定圆角。好，这边1、2、3、4、5。好，那我们一起回转圆角的部分还有孔，选用中心轴线，我们弄4个，这个就是我们的零件4的部分。好，如果就有讲很快的话，可以暂停。好，那再来键5。好，键5的话是指这根轴。好，那这根轴的话，我们会看到的是变更设计表。我们也是很注重它的变更设计的，因为这个地方是不能错的。好，半圆键，还有双椭圆平行键。那我刚刚讲半圆键，那我这边讲双椭圆平行键好了，它是 Y2 的部分，就是指这个地方有看到这边有个草吗？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色变。那好，那我们现在用双椭圆平行键8×7的 ，OK。那这个轴我们还是一样要去画出它的形状，然后呢，选用中心轴线将它回转过去。好，然后这个槽的话，其实查表的部分跟一开始我们键2是一样的。好，我们在零键5这边去画它。那这些轴径都是这样造画的哦。好，它有5块。
好，那这边的倒角我们就不示范了。好，回转。OK， 那这个槽它其实和我的键2是一样的哦，所以我不示范，我示范这个色变的地方，中间这边有个双椭圆平行键8×7。好，那我们要在键槽去安装在这个轴上的话，我们就是选用这个与曲面相切且与平面平行。好，然后去选这个，你看你是要在哪个面上面，你就选这个。好，然后再去点你要的这个圆柱上面的面，好，确定。OK， 然后我们按新草图，我们用这个中心点中心槽。好，那我们来到查表的部分。那其实双椭圆平行键它就是埋头平行键，就这边。好，那我这一个的话，我们色变说是8.78×7的，所以我就是都看这行就对了。OK， 那我现在要知道的是，我埋进去的距离是多少所以埋进去的距离就是这边是 T1， 好 ，T1 是4，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就是要挤出4进去，然后宽度前面有说，第一个数字是我们的宽度8，好，所以8，那它的好，那这边直接量题目上是22，OK， 然后我们稍微对正一下，好，42，我们挖4进去，这个就是我们的色变2双椭圆平行键的部分，我们的键5就完成。好，那零键2、5，还有3、4都完成后，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这个好，我们来进行一下这个计算题的部分。那因为这个电脑滑鼠它实在是不好写字，所以我事先有去写过。好，那我现在就来讲一下它是怎么来的。好，那它一开始我们要填入的是法面模数，还有郭伦尺数，以及说我们罗恩数。好，那这3个都是我们可以从色变去知道的。好，像这边法面模数3，来哦，来这边对不对？法面模数3，然后呢，罗恩数1，尺数32，这些数据全部填在这边3132。好，等一下好，继续。这些算是看起来非常复杂，但其实它是不难的。好，我们要求导成角。那导成角的话，虽然这边有告诉你这边有个导成角，我是西打刚好可以去用。好，那可是它给的这个式子我们是没办法去进行计算的，因为你如果去将它代入后，会发现我们这个算是计算出来，它的答案还是 tan 西打，所以那我们这边不可能去填 tan 西打嘛。OK， 所以好，这边我们第一个，因为这边有说小地方截直径30，那我要去找公式，第一个是
有这个绝缘直径 d 还有 c 打的公式。好，所以这边我们第一个公式，你们可以在旁边写个1，就是指第一个会用的公式。这边，它有小 d 还有 c 打。好，所以我把这个算式给它填在这边，因为绝缘直径等于 L 除以派乘上 tangent 西塔，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公式的。好，那我们就来代数。他说小 d 是30，所以这个地方它是30嘛，那我们就填上去。好，那派乘以 tangent 西塔不变。那 L 呢 ？L 的话，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要把它换成 P。那它是因为 L 等于 P， 那这个地方呢是指这个地方。好，这是我们可能会用的第二个公式。我敢导成 L。他说一线螺纹是 P， 二线螺纹是2P。好，那我们前面有说这是螺纹数等于1，所以它是一线螺纹的，它就是 L 就是 P。所以这个 L 部分我就是换成 P。好，那我们现在要求是 P 嘛。好，那 P 的话，来我们来看到这边 ，P 等于派乘 S， 这个地方是从这边第三个轴向截距的公式。这边 P 等于派乘 ms。好，所以我们一样写上去，就是你们可以把我写的这些算是给它照抄上去，然后再自己去理解，去背，或者说直接理解都可以。好，那我们完成这些后，我们直接来看到这边30，先照抄，然后呢 ，P 等于派乘 S 这边，好，然后派乘以 tangent 西塔，我们一样照抄。好，那看到派可以消掉，派消掉，会剩下 ms 除以 tangent 西塔等于30。好，那 tangent 西塔根据三角函数，我们可以知道说，等一下这边是 tangent， 然后这边是 sin， 这边是 cosine。我们可以知道说 tangent 等于 sin 除以 cosine， 在这个地方，我们去给它化简。好，然后 ms 等于 mn 除以 cosine 西塔。好，原因在这边哦。那这个公式的话，它在这边，换个色。我们的 mn 等于 ms 乘以 cosine 西塔。好，那我现在是要知道 ms， 所以说 ms 其实就是 mn 除以 cosine， 这个你只要有点数学概念，应该都可以理解。所以就是我们的 mn 除以 cosine 西塔，然后呢去除以这个 sin 西塔除以 cosine 西塔。好，那 cosine 西塔我们都有，所以我们去给它消掉，剩下 mn 去除以sin西塔。好，那 mn 的话，它这边一样有告诉你 mn 是3，所以30照抄，30等于 mn 3，去除以我们这个没有被约分下来的 sin 西塔。好，那其实就说了我们这个涡杆子导成角，我们这些那么大串的公式，我们其实只有要用到4个公式。好，在这边，第一个就是我用红色写起来这边1，然后呢2，再来3，轴向截距，好，再来4，法面魔术。所以这4个你们可以在旁边写一下它的顺序，或是打勾。
好，那这些的话，哇，这些啊我完全不需要了，叉叉，OK。好，那30等于上除以3西打，所以我们要求这个3西打。那我们直接心算后就可以知道它是0.1嘛，3除以0.1会是30。好，那接下来我要求这个西打，就是我们的导绳角。哦，我们在这边西打，然后这边的话它是反三角函数哦，所以这个西打是 sin， 然后-1，在我们括号0.1的部分。OK， 那这边的话，我们要透过工程用计算机去计算。好，可是我现在手边没有这个可以用工程用计算机的那个计算机可以算给你们看。那没关系，就是你只要有这个计算机，你就是在上面先打0.1，好，然后通常下面会有一个 assign 哦，就是 ASIN， 点下去，它就会直接告诉你这个角度是多少。好，5.739，这是计算机告诉我们的，那它就是答案5.739度。好，那再来轴向截距哦，我要求 P， 哦，我要求 P， 那 P 的公式的话，我们从这边找，哦，这边是不是有告诉你 P 等于派除 ms？ 好 ，P 等于派乘以 s。好，那派是3.14嘛，那 ms 呢？好 ，ms 的话，